国在海外攻城略地造镇，想打造乌托邦城市，却成了梦野城。原本就是我的老客户了，好，然后他之前都是买吉隆坡，哦，然后新山他也有投资一点，哦，有一次他就是算是来找我吧，来编旅游，然后他就说他想看看这个建案，他就觉得那就买一间吧，买个一间投资好了。然后不过那时候讲真的，我本来是建议他不要买的。来自台湾的房仲 Steven 在马来西亚从事房产业超过13年，多年前曾经负责新山物件，当时中国建案森林城市开卖，有不少台湾客户抢着投资。这个单位呢，它大概室内坪数将近20坪，对，然后算是一个小两房，然后1+1啦，另外一个房间可能当是书房，还有一个客厅，还有一个阳台。中国建商碧桂园当时在马来西亚激进扩张，让在大陆经商的台湾人也跟着投入高度信心，买下台币700多万的房子。因为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开盘的时候，他还上报纸，因为是排队买的哦，排队在选单位的。然后你说他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会遇到这个问题吗？或者是国内的经济会有这么大的反转？我相信是他没想到的。投资人万没想到，跟上的是中国房产风暴的浪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6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上说的“房住不炒”，开始变中国的房地产铁律。这是一连串骨牌效应的开端。When there is a crisis, they want to make domestic demand stronger, so they will stop the money flow outside. They want the money flow inside the country, so that can save their economy actually. That's what happened in last 2 years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oppe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Foreign investors go to outside.Rather than they just invest to their own in the country, within the country. 中国开始严格的资本控管，投资者正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全球利率飙升的挑战，不得不出脱海外房产来筹措资金，偿还更高的抵押贷款。房市景气的恶性循环，像是 Steven 的台商客户，房子摆在那7年，没增值还难脱手。过去中国的那个房市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采用高杠杆的一个方式去发展。那所谓在过去这样经济在好的时候，它就属于一个暴利的一个发展阶段。那现在中共踩了刹车之后，设定3条主线之后，它变很多都不能做之后，变成说它的整个的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它的财务根本嘎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政府投更多的钱进去。高房价对中国来说是支撑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也是造就贫富不均的必要之恶。中国政府突然的严格把控市场，房市热度崩盘，多个大型房产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倒闭。绿地这个停工呢，已经停了好几年了，疫情前就停到现在了。我记得当时他们买这块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标榜在销售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是世界500强的公司哦。我觉得是时间点的问题啦，没有太好。过去20年是中国房产扩张期，大量建构海外资产，现在为了偿债开始抛售。中国前5大房地产开发商都被爆出无力偿还海外债务，负债总额最新统计到2023年6月高达台币8兆。They built many projects in other countries, African, in Asia, in Sri Lanka, here in Malaysia. But what happened is many of the projects is unsuccessful. Although they much become more open to the overseas market,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control it. The government still control it. You know,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You need to follow all the government's order, government instruction, you know. And then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developers, when they do the project, when they execute the project,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good feasibility study.
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房地产业占 GDP 超过1/4。房市的泡沫危机早在全球出现负面外溢效应。这个问题因为太严重，所以也牵动到影响到其他，包括金融业，包括很多相关的建筑业。因为你现在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台湾在过去的话，对于它大陆的出口是占了大概6%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大陆的一些经济的负面的影响，就会慢慢的侵袭到台湾来哈。尽管台湾和中国金融层面的连结和整合度低，直接冲击影响不大，但中期的投资规模受限，必定影响对台湾设备和原物料进口需求，包括钢铁、水泥和塑化等等的传统产业。那现在会在大陆继续投资，主要是以内需产业为主，就是说他开始想办法。如果说他本来出口的企业他没办法转的话，可能就很难在大陆生存了。所以现在在大陆，不管是台商或者是外商的情况，你就会发现说，如果留在大陆的一些外资，都是以本身的这个内需产业为它的这个诉求。房市动荡最直接影响海外的房价市场和上下游供应链，烂摊子在海外据点连环爆，中国的经济危机代价却是要各国一起承担这外溢风险。